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《武术新传遇见禅茂老师》。今天非常的高兴，我们又在这个星期再次遇见了武术大师陈老师。赶快先跟老师打声招呼一下。老师你好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你们好，我是陈阿茂。好，还有以及高世峰老师。嘿，主持人好，谢谢大家好。 OK， 老师，朋友底下提问。陈老师你好，请问老师，买新房入住前需要特别看日子入错吗？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仪式呢？老师这一题拜托一下，谢谢。先恭喜观众朋友，你买房子。那买房子有两种，一种叫新的房子，是一种是旧的。对，那不管新不管旧，师傅要进去做装修的时候，有客人会问要不要看日子。我说，如果师傅要进去做装修，你还没有进过这个家，我们这个买方，我们屋主这边不做任何的动作。不过施工的师傅，他们自己的团队，搞不好他们有他们自己一个信仰，他们要怎样子做的那个科仪，我们不用干预。等到了师傅都帮我们装修好了啊，请我们去验屋，你们已经可以准备要搬进来了。这个时候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。我要买家具，那家具要买，那炉灶的地方要不要进瓦斯？搞不好是天然瓦斯的，那瓦斯进来以后要不要测试那个炉火能不能用？我曾经去帮一个客人安新家、安神位，最好玩的是，等到时间到我去了，我说你们可以准备先开炉火，然后要煎12颗荷包蛋。他太太来说。老师，我们忘记叫瓦斯桶，所以那天搬新家又不算，看好要去安神位，我们说好，那就先暂停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先把家具都准备齐全，是，包括我们的床铺送到了，有人老人家会说，你到时候床铺就不要先靠到。固定的位置，对，等到搬新家那一天，再把床铺推固定的位置。是，那老师，我的长辈这样讲，你觉得呢？我说如果我们买的家具来，师傅他们人手够啊，就让他们就定位有什么关系？就定位，但是我们的那个 middle， 就是我们的弹簧床这一面如果要在上的，那我们就叫师傅先把我们往下翻。搬新家那天两个重点。我要搬进这个新家，这个家要给我吃得饱，也要让我睡得好。是，要吃得饱就要讲炉灶。对，所以民以食为天，问候语，你讲爸喂。对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讲爸喂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条件。所以我们的新家第一个要做的，搬新家那一天就是看。开炉火的时辰，那这个开炉火的时辰以谁为主？以你主人为主。是。那我是大户人家，有请佣人来煮，要不要看佣人？不用，佣人不在我们考虑范围，因为你主人他不能换，佣人我们时间到，人家就要回去了，所以是以你主人为主。可是都是我老公煮给我吃的啊，那么看我老公没有这一回事，就算老公煮给老婆吃。对。还是以炉灶在看开火的时辰还是以你主人为主。OK， 那讲到这个开火，既然要吃得饱，我们这个家以后要迎接的是12个生肖的人来住。对，搞不好我们才生5个，儿子女儿他们搞不好要生个其他生肖都进来。所以为什么要煎12颗荷包蛋？那代表说我们这一个炉灶就是未孵出来的蛋。不能打散的蛋，要荷包蛋，代表这叫做迎接新的12元神要进我们家。那另外一个炉火要煮1大壶的开水，对，代表财水财水，井水井水。对，所以我都特别交代年轻的，他们搞不好才小两口还没有生小孩。对，我说这个水壶，如果你们没有大的，可以跟朋友借，跟爸爸妈妈他们借。第一次开炉火煮的那一锅水，一定要大壶的，代表我们从搬进来以后吃得饱，而且要吃得好。对，那这一大壶的开水就是我的财水要饱满。所以开炉火的话，
有2个炉口的要这样做。那如果有3个呢？那第3个我们就不要免于习俗，就煮甜汤。有人喜欢吃汤圆就煮汤圆，喜欢吃莲子汤，我们也可以吃那个煮莲子汤。那这个煮好以后，我们也可以来做拜地基神的贡品。那煎的12颗荷包蛋，拜地基主的时候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贡品一起拜我们地基主。那到黄昏以后，我们所谓的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我们当天在铺床铺，都要在黄昏的5点以后到11点。那你看有时有虚时有亥时。那铺床铺，它还是以女主人论，不以男主人论。好怪哦，为什么开炉火也看女主人？房间铺也是看女主人。因为先生叫外子，太太叫内人。所以就叫君子远庖厨，就算你勤劳煮给老婆吃，炉灶还是以夫人为主。所以我们的搬新家这2个重点，开炉火跟铺床铺都是参考女主人。所以要让我们吃得饱、吃得好，还要睡得好，这就是换了新家，我们另起炉灶最主要的条件。老师，那床位的坐向也是看女主人为主，多以女主人论。OK， 好。老师，那刚刚最后一个点，请教一下，你说12颗蛋是我们在煮的时候，12颗蛋也可以同时煮好之后来拜地基主嘛？是这个意思 ？OK， 不是24颗。讲到12个蛋，就顺便把客人问我的提一下，老师，我不用煎的，我用水煮蛋可不可以？水煮蛋可以吗？我们因为炉灶开下去，是不是要炒菜？所以为何我要用煎的？代表我煎的这一个菜以后都是12个生肖的人要吃的。所以为什么水煮蛋我没有说 OK？ 了解 ，OK， 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跟我们讲这一题，而且老师算是借这一题，而且跟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哦。老师，我觉得是不是说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要拜地基尊神？因为新的家里面的话，我们讲说都装潢好了。那是不是的话也通告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灵神？那是否的话，在第一尊神这个地方，是不是也要做一个祭祀的动作？这刚好是这道题，地基尊神搬家那天，如果要拜，要在什么时候拜？我们讲说地基主上好款待，地基主最好款待。当我们该煎的蛋、该煮的开水都煮好了，是不是我们要煮？电锅要满锅的饭，我10人份，但是只有夫妻2个。老师，那这样我们煮2个人份还是煮多少？你电锅如果10人份，当天开锅就是要煮到满。剩下的我们把它冰箱以后来做炒饭都可以。为什么要满？代表我都是要很丰富的意思。那借这一个煮好的饭。煎好的蛋，我们自己如果可以巧手的话，顺便再炒一些菜，当下都弄好，就可以拜地基尊神。那如果你们还有信的话，我会建议顺便买5种水果，连灶王爷，我们既然是开炉火了，那灶王爷就已经上座了，那他是我们家的财神，也是家的福神，所以是不是要求灶王爷赐福给我们这个家，财福两旺，身心健康，这就是灶王爷他可以赐给我们的。哇，这一题充满了哇哇哇哈！这个恭喜这位新朋友，老师在你入住的之前已经帮你大全套都已经准备好了哦，就是每一个地方环节。该说的老师，包含时间点啦，该拜些什么材料啊，都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而且都要满哦，因为第一次进去就要给他做油门踩到底了，对不对？非常感谢老师这一题给我们的解说，再次感谢，谢谢老师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这一片真的是非常有价值，而且买房子是一生中的大事，如果在一开头你就做对了事情，我相信你进去之后绝对是幸福快乐。好不好？一直延续下去，全家族都兴旺。再次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。有任何关于武术方面问题，都欢迎直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哦。再次感谢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